美国9月降息，比特币真的会因此暴涨吗？会利好出尽，还是牛市启动？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聊美联储它为什么会降息，会降多少，持续多长时间，以及市场会有怎样的反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。新加坡时间2025年8月23日周六晚间的6点整。首先，美联储降的是什么利息呢？就是这个联邦基金利率。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是一天的无风险利率，由央行控制着。然后其他所有的利率，什么1年、10年、30年期，包括你的存款、贷款、国债利率，这些都由市场来进行决定。别看美联储发的一些研究报告或者是演讲，又是研究银行业，又是研究储蓄率，研究住房，好像什么都研究，但它终极的目标主要就是2个，一个是物价，一个是就业。它的方向就是维持物价稳定以及充分就业，而他手上的工具呢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利率。降息会同时刺激物价跟就业，也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低的失业率。加息呢就正好相反，它把通胀给摁下去，然后提升失业率。总之这2个目标一般都是抬起来一个，摁下去一个。所以你想，如果物价跟失业率它俩的情况是一高一低的话，那美联储就会好办一些。比如说像2年前的情况，那时候通胀高但失业率低，加息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。反过来的话，就是要通胀低失业率高，那么就降息刺激一下。但是麻烦就麻烦在，如果2个同时都高，高通胀和高失业率，无论是加息还是降息，抬高任意一个或者是降低任意一个，经济就有可能会出现过热的风险。总之这种情况的话，美联储就比较难办。这样子我们很难办啊。难办啊！我操，就别办了。在之前非常强势的加息情况下，通货膨胀一路下滑，它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是 2%， 所以美联储从去年年底开始，各种官员就开始放话，我们准备开始要降息了。当时市场会预期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，有 75% 的概率会进行降息。可结果呢，数据一出来的话，通胀确实在降，但是比想象中的要慢不少。失业率的话，在这一季度也没有明显的上升，这让美联储会开始犹豫。降息呢也是一拖再拖，终于拖到7、8月份，通胀数据也下降了，失业率数据也上升了。那这时候呢，美联储就比较好办。如果美联储开始降息的话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美国的股票会上涨，美国的债券会上涨，其他国家的股票会上涨，美元会贬值，其他国家的货币会升值，黄金价格会上涨，油价会上涨，美国的房价也会上涨，人民币会升值。乍一听的话全是利好消息。那么降息之后呢，比特币怎么走？目前查看一下历史的走势图中是标普与美联储的利率走势。你会发现市场在加息的话都是猛涨，在降息的时候呢都出现了短暂的暴跌。这其实你仔细想的话不符合一般人的逻辑。甚至01年、08年、20年降息的时候呢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危机。那降息根据我们上述的情况不应该是涨吗？那图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历史错了还是我们的逻辑错了？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，那就是美联储加息的时候呢，往往是因为经济过热，通胀高企，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加息来给市场降温。而加息的抑制作用呢，不会马上生效，往往要1年左右才会完全传导到各行各业。所以在美联储刚加息至少1年内，比特币和美股其实都会维持不错的上升势头，一直到加息末期，抑制作用传导完毕，经济开始走下坡路，所以美联储又要放水刺激经济。因此美联储降息往往是因为美国经济或者劳动力出现了弱势信号，所以才会选择降息。美联储降息前夕，资本市场反而有可能会下跌，然后在降息中后期，流动性泛滥，牛市才会真正发力。另外有一点很有意思，美联储降息会造成美元贬值，那这会造成很大的资金外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比如说比特币涨了 15%， 涨到14万，但是美元因为降息下跌了 15%， 当你的 U 也就是美金兑换成为人民币或者是其他币种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赚钱。而如果比特币没涨，美元还在下跌，你作为一个海外的买家反而还会亏钱。其实不止国际资本会出逃，美国本地资金也会外流一些去投资海外，他们不只能获得正常的回报，他们的欧元或者是人民币还会相对美元升值，再找个汇率的差价，真是又吃又拿。所以呢，降息前期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利好，一旦不慎，可能会承受经济衰退以及美元贬值的风险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十年的降息过程中，资本主义市场反而会下跌的原因。但是不可否认，降息中后期经济全面复苏，那时候会形成一个好几年的大牛市。所以会有一些专家认为，新一波超级大牛将会在明年年底启动，这也暗合比特币周期规律及4年每一周期。今年比特币呢会达到顶峰，然后明年中上旬可能会因为衰退开始大幅度回调，然后在明年底部出现一个牛市的起点。
当然，这里面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维持高利率这么久是否会衰退。之前几次高息环境后呢都是衰退的，也符合我们刚刚分析的。如果这次能够奇迹般的避过衰退的风险，那降息的周期其实还是能够涨一涨的。刚刚我们讲了降息的宏观影响，接下来讲一下币圈本身。币圈本身现在会有2大利好，这轮牛市呢，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被现货 ETF 带起来的，而下一轮牛市呢，则会是9万亿市值的美国养老金的主场。因为川普呢已经签署了养老金可以投资比特币的政令，9万亿就算配置 1% 也是900亿，比贝莱德的 ETF 买入的时候呢还要多1倍。如果配置 5%， 这个买盘将会来到惊人的4500亿。而且不止美国，像规模高达1万亿美元的韩国养老金也开始增持比特币了。今年的敞口呢已经增加了 182%， 所以不用怀疑下一轮牛市可能会更加疯狂。而另外一个大牛的发动机呢则是降息，这轮牛市呢一直是在高利率下的环境进行的，可以说是最弱的一个周期了。如果下一个周期将会迎来10年一遇的大降息。最后再来提一下为什么此次的降息众望所归。美联储它一直以来的大致风格就是慢加快降，加息的时候呢可以慢慢加，但降息的时候呢就是要尽量快。你想加息它是紧缩嘛，所以一般就会慢一些，这样呢可以让市场更好的消化，提前做好准备。但是呢22年的话是一个例外，因为它来得非常急，是因为通胀来得太急，它是迫不得已。降息呢，你想如果正常降息，贷款利率就会降低，它会刺激人去买房买车，但是你要是长时间慢慢悠悠的降，大家可能会预期未来的3年内这个利率呢会越来越走低，反而就会让他觉得现在不需要去买房买车，经济呢不但没有刺激到，反而起到了一个反作用。所以降息的话不能够磨磨唧唧，就得快刀斩乱麻，它不能给市场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，如果美联储都急了，那市场真的慌了。另外呢再说一下大家为什么看这么细啊，并不是这些细节就那么重要，因为这些细节背后透露出来的美联储降息的节奏和降息的路径，大家其实可以想，通过你迈的第一步有多大，迈的有多急，来判断你之后呢到底可以跑多快，跑多远。当然这只是市场预期的路径，不代表它一定会发生。你想9月份之前的话，大家预计3月份的美联储就会降息，那具体能不能按照这个节奏往下降呢，还是要看到9月份的实施情况。并且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进行了大更新，请保持每日的签到以及新手祝福区的任务，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很快为大家带来空头效应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的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会一直有空头，把平台量化的收益转化为 token 空头给大家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更新的 SYP 系统的话也抓紧时间去申请注册，注册的话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注册链接的那仅需要完成简单的任务，输入我们交易所的 UID 即可以获得对应的会员权益，解锁我们平台所有你能看到的指标功能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。 OKX 交易所最强新人福利，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，我们的注册链接也可以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。 XT 交易所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 49%， 以及我们协同币安、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，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，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。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来说还是有所收获的话，还请高抬贵手，一键3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